歡迎大家翻嚟 PMQ Taste Library 音樂家的餐場，我係 Erickson。我哋今日第4集，我哋講嘅係 Gustav Mahler。Gustav Mahler 咧，對於絕大部分嘅唔係音樂界嘅觀眾嚟講咧，可能有少少陌生。但係咧，你喺平時喺地鐵站啊、啲巴士站啊，成日都會見到一個 poster 㗎啦。可能小交海樂團或者香港票都會有佢嘅表演嘅，例如佢嗰10首所謂10首嘅交響曲啦。佢雖然冇貝多芬佢哋咁出名，不過我哋既然上一集講咗貝多芬，今集呢一個亦都係非常之猛料嘅人嚟嘅。Gustav Mahler 嘅音樂咧，佢又唔屬於 Romantic Period， 又唔屬於20世紀，佢係喺個夾縫當中。佢就係呢一位承先啟後，開創咗之後20世紀音樂嘅一個音樂家啦。呢位咁偉大嘅作曲家咧，佢嘅古怪程度同貝多芬係有得揮嘅。例如佢行路咧，聽講咧係趌下趌下嘅，不過佢隻腳冇事嘅。點解會趌下趌下？係因為佢成日隻腳一路行緊嘅時候就數拍子，行下3拍，突然間轉5拍，突然間轉6拍，又翻去2拍。咁所以啲人會見佢行路嘅時候咧，趌下趌下。離遠見到佢咧，就認得係佢嘅㗎啦。咁呢一位咁特別嘅作曲家，佢中意食啲乜嘢嘅咧？20零歲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出名嘅指揮嚟㗎啦。咁佢同啲朋友去餐館食飯嘅時候咧，佢就會嗌菠菜、嗌蘋果或者嗌其他嘅生果。咁佢啲朋友就會笑佢啦。喂，點解賺咗咁多錢，做乜唔食肉啊？因為原來佢係一個 vegetarian 嚟嘅。而呢位 vegetarian 點解會成為 vegetarian 咧？就唔係因為宗教嘅關係，而係因為佢嘅偶像。佢嘅偶像係一位相當之出名嘅歌劇作曲家，叫做 Wagner。Wagner 本身同尼采相識咯，亦都係相當之中意叔本華嘅理論。當時啱啱開始出現有 animal rights 呢個 idea， 咁所以咧佢其實係崇拜 Wagner， 所以先至導致有呢個嘅 vegetarian 嘅舉動。Mahler 最中意食嘅呢味餸係一味甜品嚟嘅，呢一味餸叫做 Markillenknödel， 即係杏桃餃子。呢個係佢個妹嘅自己嘅 recipe 嚟嘅。我哋終於有一個可以好明確仔細嘅 recipe 可以跟住嚟到煮啦。我哋而家一齊嚟試下。好啦，呢個就係 Mahler 最中意食嘅 Markillenknödel。當時咧，點解我哋會知道佢最中意食呢一道菜咧？亦都係特別係佢妹妹呢個 recipe 咧，因為有一次佢有個好好嘅朋友咧，就叫做 Ludwig Kappert。Mahler 知道原來呢個朋友係完全唔中意食呢道餸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哇，你有冇搞錯啊？咁咪 exactly 記低咗佢講咩嘅，就話你一定要嚟我屋企，而家就行啦，試一試我妹妹做嘅呢一道菜，佢嗰個 recipe， 你就會知道咩叫做天堂嘅味道。呢一道餸咧，我哋喺德國同埋維也納啦，有相當之多嘅 variation 嘅。甚至有啲會用豆腐代替個薯仔啦。咁而家嘅版本當中咧，絕大部分都唔會用薯仔嘅啦。咁我哋用翻100幾200年前嘅版本，睇下加咗薯仔呢個效果係咪真係有天堂的味道啦？咁我哋今日咧有薯仔啦，有 apricot 杏桃。因為呢2日都買唔到 apricot 嘅關係咧，我哋今日用咗塗薄里嘅麵粉、麵包糠、雞蛋、牛油同埋鹽嘅。首先將薯仔煲滾，大概煲佢15分鐘啦。然之後拎出嚟剝晒啲皮，硬碎佢，趁住佢仲熱嘅時候嚟到硬碎啊！大家如果中意個薯蓉咧，完全打爛晒又得，好似我咁樣咧，有少少薯仔粒口感嘅，亦都 OK 嘅。硬碎咗之後咧，連埋啲麵粉同埋鹽一齊落去攪拌。去到最尾加埋隻雞蛋一齊搞，會做咗一個麵團啦。可以嘅話，等佢靜置1至2個鐘頭，咁佢個口感咧就會再彈牙啲。牛油擺落煎 pan 度，用晒佢嚟到炒起啲麵包糠。咁個 apricot 咧就切開，然之後拎咗個核出嚟。使唔使再切細咧？就睇下你想個 knödel 個 size 有幾大個。然之後個麵團咧就會包住個 apricot， 包到好似湯圓中間有個餡咁樣，薄薄一層就得㗎啦。然之後將個麵團擺落去啱啱煲滾嘅水啦，大概煲佢12至到15分鐘，拎翻出嚟，稍為擎一擎乾1-2分鐘，就可以擺落去頭先嗰啲炒緊牛油嘅麵包糠上面，咁就可以上碟㗎啦。
Mahler 1860年佢喺奧地利嘅 Bohemia 嘅地區度出世嘅，佢自己本身係猶太裔嘅。佢爸爸咧係釀酒嘅，而佢嘅嫲嫲咧就係做賣藝嘅，即係真係喺波希米亞嗰種嘅賣藝方式。所以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就聽到好多我哋叫民間音樂，例如 Bohemia 嘅 folk song 啦、folk dance 啦，甚至係嗰啲地方軍隊嘅音樂啦。咁而呢一 part 嘅音樂對佢嘅之後嘅作品嚟講係相當之重要嘅，例如佢嘅第4號交響曲啦，當中有一段咧，佢加咗一個叫做 Gypsy Violin 喺裏面，係第一次史上咧係有2個調性喺同一段音樂裏邊嘅，即係個 Violin 咧就玩緊第2個調，但係個 Orchestra 係玩緊第1個調。OK， 咁而家冇咗呢一首嘅作品咧，冇咗呢一個段落咧，之後就唔會有我哋所謂嘅 multi-tonality 嘅發生。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佢最承先啟後嘅地方。翻嚟 Mahler 嘅生平啦，咁佢點解會開始玩音樂咧？就有一日突然間發現原來佢爺爺嫲嫲屋企有部鋼琴，咁開始彈啦，好快就知道原來佢都係屬於神童嘅一種。去到11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到自己嘅 recital。咁佢嘅鋼琴技藝唔係真係十分之高超，咁佢嘅技能咧主要係可以喺個指揮度發揮。咁跟住相繼入咗布拉格嘅音樂學院啦，再大少少就入咗維也納嘅音樂學院。出到嚟之後咧，好快就成為咗一個指揮，去咗好多個地方度做當地嘅常駐指揮啦，例如布拉格啦、萊比錫啦、布達佩斯啦、漢堡啦，甚至最尾翻去維也納。咁經過呢個流程大概10年嘅時間咧，佢就成為咗一個相當有名嘅指揮。而當時嘅評論咧係話佢係有史以嚟最好嘅指揮。咁去到佢喺歐洲成咗名之後咧，卒之連美國都請咗佢去表演啦，去咗紐約。咁但係喺紐約嘅時候咧，佢就病發，咁啊心絞痛得非常之緊要。翻去歐洲求醫，好短時間之內咧，佢就已經過身啦。喺51歲嘅時候，佢就離開。頭先講到啦，Mahler 咧寫咗10首嘅交響曲。咁但係咧呢度要提一提 Mahler 嘅性格係相當之迷信啦。同一時間係有少少崇拜死亡呢一樣嘢嘅。佢我哋音樂界咧有一個叫做 Beethoven's Curse 貝多芬嘅詛咒，因為貝多芬寫咗9首交響曲之後咧就已經過身啦。咁所以貝多芬之後嘅人咧係唔可以寫得多過9首嘅，或者寫到第9首咧就會死。好多個作曲家都係咁樣寫嘅。咁佢好驚佢自己都會寫到第9首嘅時候死啦。所以第9首咧佢就轉咗個名。就叫做 Das Lied von der Erde， 即係大地之歌。寫完呢一首之後咧，就再寫所謂嘅第9首，然之後再寫第10首。咁卒之咧，佢都係寫唔完第10首嘅。第10首亦都真係第11首啦。咁我哋都唔知究竟佢係破咗個詛咒啊，定係冇破到個詛咒。咁呢一首大地之歌咧，係一首相當之有趣嘅作品嚟嘅，值得一提。佢裏邊咧嘅歌詞咧，其實係全部都係嚟自中國嘅，咁但係唔係直接譯嘅，佢係嚟自2本法國嘅詩集。嗰6首嘅大地之歌裏面嘅第1首咧，就係改編自李白嘅悲歌行。除咗呢一首作品之外咧，佢嘅 Symphony No. 5交響曲第5號咧，係表達到佢對貝多芬有幾多嘅愛慕。呢一首係一首 tribute 嘅作品嚟嘅。咁佢裏面有個主題咧，就係抄翻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嘅嘣嘣嘣嘣嗰個嘅 idea。而呢一個 idea 咧，佢有好好嘅編排嘅，因為佢喺第4號嘅交響曲裏面已經出現過，佢3號亦都有少少出現過，係啦，佢慢慢一路鋪落嚟，然之後去到第5號交響曲咧先至出嚟嘅。大家一齊聽一聽呢一段啦。啱啱呢一段咧就係 Mahler Symphony No. 5開頭嗰一段，係用 trumpet 嚟到吹嘅。呢一段誒大家聽到啦，佢就係同貝多芬嗰個嘣嘣嘣嘣係相當之相似。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叫致敬嘅作品啦。咁但係除咗呢一個 motive 之外咧，其實唔止嘅，我哋仲有成個 format 咧都係同貝多芬嘅 Symphony No. 5係好相似嘅。咁知道佢相當之悲觀，知道佢相當之崇拜，甚至我哋話崇拜死亡。咁但係
可慶幸嘅咧就係佢同貝多芬一樣，貝多芬全部嘅開頭係一個 tragedy， 去到最尾咧會用一個歡樂嚟到做翻一個 resolve 嘅。咁而呢一首嘅 Symphony No. 5，馬勒亦都做咗同一樣嘢，去到最尾係一個歡樂嘅段落嚟到令成個作品有一個happy ending 嘅。大家會唔會試下聽住嚟到煮 Macmillan Knödel？ 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大家記住 follow 我哋嘅 IG、Facebook 同埋 YouTube。下集再見，拜拜。